台湾学者呼吁打击台军的台独倾向，及时规划台军未来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让功德林监狱再次上线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呢，台湾一个军事评论员，也是台湾战略研究会成员，姓谭，叫谭传义，一个博士，留法的。他写了篇文章，说现在呢是时候要规划一下台军的未来。他说这几年呢，台湾这个教育问题严重啊，什么改课纲啊，调整了很多东西啊，不断的在教材里边切断中国元素，等于是从小教育年轻人要远离中华文化，要斩断传统的精神纽带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是2024年国民党再次当权，这群人估计连9·2共识都不敢提，根本也不可能是拨乱反正。我也觉得国民党就算上台，主要任务也就是夺回党产，然后内部打架，出息就这么大，没什么本事。而且台湾人呢，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，长大以后会怎么样，可想而知。所以谭博士进一步警告，台军的军人思想已经开始变化了，从过去讲他是国军，现在变成了民进党的党军，在军队特殊文化中潜移默化就开始向台独靠拢了。他还点了名说这个俞北辰，就是咱们老说那个土房哥啊，说这个俞北辰是代表人物，他不断透过媒体传播台独言论，那么军中徒子徒孙只会多不会少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认为大陆应该发布一篇关于台湾部队的新的文告，明确告知台军坚持台独有什么立场，有什么样的未来。其实呢，这个谭博士的担心呢，应该说是反映了一个现实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谭博士可能也是低估了大陆的实力。首先，台军是不是倾向于台独，根本就不影响最终结果。因为我们虽然一直在做各种工作，一直提醒台军的士兵，比如战时可以远离自己的装备，可以偷偷脱离部队，但是呢，我们规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，就根本不会把这些个当成取胜的基础条件。解放军考虑的永远是在最严酷条件下如何压垮对手，遭遇了抵抗就绝不容情。轻敌的态度，或者是带着那种带有幻想的想占便宜的态度，谁有谁吃亏。这一点部队很清醒。而且呢，至于说战后如何安排剩余台军，这方面我们也不缺少经验。台湾年轻人也许不知道，但是军中老人应该很清楚。从红军时代到1949，无非就是把这个国民党军人员按照起义人员和投降人员分别区分的。如果你战场起义，算是有功，投降人员可以选择回家或者留下参加革命。很多人呢，包括一些这个台湾的部队成建制的走到解放军这一边之后，在朝鲜战场上还打出过顽强的作风。改造人这一块我们行。至于说台军那些将领，无非就是选择嘛，你是想当龙云、卫立煌，还是想当杜聿明或者邱清泉？如果非要我们再搞一个功德林监狱，这也不算麻烦。而且呢，为了贴心，我们也愿意在这个监狱里边放一个台湾地形沙盘，让他们反思一下战役经过，或者增加一个小煤山，让俞北辰他们在里边好好健健身。好，关于台军未来的命运如何安排，我想早就已经让我们算得清清楚楚，根本不用他们再继续担心。今天的话题呢，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